语里面有一句“喷”的。小时候我们家里还是因为很多人养猪，现在猪是吃馊水的。那么台语的“喷”就是馊水的意思。吞。喷馊水。在外面念书的时候，他们说啊，你这个人回家吃喷，叫我去吃喷的。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意思。您听过228事变吗？有。我妈妈要嫁给我爸的时候，我阿嬷就是我外婆，就说你确定吗？你是外省人。那您现在就是在上海生活的话，会因为就是有眷村生活的这个经验，会比较适应一点，还是说其实差距也蛮大的？欢迎来到安啾996的频道。之前在我的那个社群里发了一条贴文，想询问说有没有观众可以自荐或者是推荐，让卓卓可以采访一下，就是曾经在眷村生活的故事。那我真的很感谢，就其中有一位观众，他就非常主动的给了我他的联络方式，那我待会儿就会跟他电话连线一下。其实我也蛮激动的，因为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企划。那话不多说吧，直接打电话吧。Hello， 阿先生你好。你好。非常感谢您主动联络我，您方便先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吗？我是现在在上海工作的台湾人，小时候在眷村长大，现在正从事医疗行业。小时候大概是4岁的时候，一直住到小学5年级都在眷村里面，所以说看到您这个有关眷村的生活呢，可以提供一些资料吧。那我可能岔开话题问一下，您什么时候关注到我的频道呀？因为最近回台湾的机会比较多，所以我才会看到您的频道。还是很荣幸有这样一个缘分哈。我想问一下，您之前家人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台湾？我的父亲呢，事实上是流亡学生，他当初来的时候呢，等于我们现在的初中吧。那时候呢，是因为他的长兄，我们老乡的话叫大伯伯，国民党的军队一起过来的。那时候的爷爷奶奶就说：“哎呀，既然你们要走了，就把最小的带去好了。”因为我还有一个叔叔就留在内地了。然后我大伯伯就带着我爸爸从大陆坐船到了台湾。所以他来的时候是学生，只能说军属吧，后来才去当兵的。那他之前就是来的时候跟自己家里的长辈分开，这个过程应该很不好受吧？是的，比方说的，因为军人的话上是有驻地嘛，那我父亲就没有地方住啊，就在别人家里面做个佣人吧，服务人吧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他跟我说过，就是别人打麻将的时候，他会帮人家的清扫啊。因为那些从大陆来的这些长辈们呢，都比较喜欢打麻将。然后呢，他有些时候学英文打字，那英文打字的时候呢，没有地方住，就把这个打字场的这个桌子拼一拼当床睡觉，就是这样苦过来的。就是他小的时候就是也没人照顾他，等于自己照顾自己。没有，后来就去念了军校吧。那我想请问一下哈，那当时是如何选到自己居住的区域呢？我父亲最早呢，学军校毕业之后呢，就在三重埔的一个工作，那时候我只知道三重埔，台语叫沙林坡，离工作地方比较近，就租了一个房子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住在一个阁楼上面，说了4个角呢是4个克林奶粉的罐子垫起来的，我记得这一点。后来山手发大水，然后我父亲游泳，用这个澡盆啊，那时候还小嘛，运出来的。那么另外就是在4岁的时候，因为工作的地点换到台北市了，新店的地方呢分了一套房子住这个地方，好像没花多少钱，就登记嘛，登记抽签嘛，是这样子的。整个过程都是就是属于眷村人的一个。就是眷村，因为那一片地区里面有3个眷村，有空军的，有陆军的，另外一个是联勤的吧。因为附近就有一个联勤的兵工厂在那边，很大的兵工厂，当然不是现在的四四兵工厂，是联勤的另外一个兵工厂。就是不同的人，就是对于这个居住的条件是不是分配的不均啊？当然有啊，因为军中是有阶级的嘛，门口那些有院子有围墙了，不是竹篱笆是围墙的，有围墙的是比较高级的官，比方说是校官，教官我是肯定没看过了。像我家的就是有时候是用竹篱笆撑起来的是尉官，然后士官的话呢就是连排的，家里面只有一条路进去的，没有什么院子的。那至于说兵的话好像就没有。这些是不是就是现在看来是不是已经被削弱了？因为我离开眷村一段时间了，眷村的房子后来有改建嘛，那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住房子，所以也没有得到改建的资格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那这个到时候看如果有其他的观众可以补充这方面的资讯的话，也欢迎给主说留言。因为眷村它还有一个帮派的文化哈，那这一块您
就是有没有就是了解的比较多一点？哎呀，我没有参加帮派什么啊？我没有参加帮派你没有啊？我听错了，我刚刚听成你有参加帮派，我吓一跳。没有没有。帮派是这样子，因为以前都有听过，眷村的成立那个房子呢，都是在一块地里面圈出来的，所以它肯定是跟周边的人格格不入的。但是在进入学校的时候，小时候那个国小，你肯定会跟周边的学校的人、其他邻居的有产生其他的接触、交往。这交往过程的当中，可能会产生一些摩擦啊，或怎么样。这时候呢，没有办法，就形成了团结力量大嘛。那么讲，国外的人呢，形成了一个群居的团体，对不对？向心力比较强，遇到被欺负的时候呢，比较大的人呢，就可以帮你来讨回公道了。慢慢类似一种 gangster 文化。通常这些头啊，就是领导的人，他们的长辈在眷村里面以后关系是比较高的。据说啦，我们村子里面那个医务所的主任，后来他小孩子就是混帮派的，真的这是传闻，不太清楚。只是那时候很小嘛，跟着大哥后面跑，也不知道他后来他这个是帮派，他帮我们讲话，蛮有义气的。那像机械斗殴这种会发生吗？这个倒没有，顶多拿个棍子吧，不像电影里面拿手枪，那就是更高级的吧，我不太清楚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。所以从您的角度在想说，这个冲突点的话，更多是语言上的、文化上。因为我记得很清楚，有时候开玩笑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吧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台语啊？台语里面有一句喷呢。小时候我们家里还是因为很多人养猪，现在吃猪都吃饲料，以前的猪是吃馊水的。那么台语的喷就是馊水的意思。吞馊水，厨余的意思。小时候就妈就把这个厨余拿出倒，让有人会来收。后来也不知道叫什么，知道叫倒馊水。后来有一次在外面念书的时候，他们说啊，你这个人回家吃喷，叫我去吃喷了。后来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意思。后来就问我妈说这个不太好，就跟我讲了，我就觉得我很生气。可能这就是语言的冲突产生的东西，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嘛。刚开始因为聚在一个区域，跟外面接触比较少。因为父亲可能都在外面上班，母亲就在里面从事家务，小朋友很少跟外面的人交往，久而久之也许有形成冲突或者是摩擦吧。所以婚姻这个很多时候是在眷村内部，就是大家联姻这样子是吗？像我母亲就是地道的本省人，她认识我父亲是别人介绍。您听过228事变吗？有。我妈妈要嫁给我爸的时候，我阿嬷就是我外婆，就说你确定吗？她是外省人呢。后来我妈要嫁就嫁了。我的外婆到她过世为主，她80几岁过世，她不会讲国语，我爸到现在也不会讲闽南语。那要怎么沟通？要是有人翻译是吗？好像也听得懂，我不知道。所以说到我现在都是我在跟我同学，我的语言能力还可以。是 body language 吗？还是一种生活形态上的熟悉？很好玩的，反正每次见面就是鸡同鸭讲，但是还是可以搞得清楚状态。所以看两个人讲，我都觉得很好玩。但那个时候经人介绍这个过程，还是要破除很多的隔阂哈。对，在这个眷村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，跟台湾一般的社区会有什么不同啊？台湾呢，以前是乡村都是聚落，邻居通常是从事单一职业的比较多。因为小时候农村我也没在外面慢慢住过，但是在眷村里面，比方说你有不同的官阶，我爸其实是空军了，我同学爸爸是飞行员，有些是士官，然后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他们就是坐大卡车接出去上班，下班就坐大卡车回来。那有些时候是军官高阶比较高，就有吉普车，甚至还有那种黑头车接回来，就只有这样子而已。妈妈们通常是因为先生上班了嘛，小孩子去上课的时候呢，就接副业来做。眷村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苦的啦，他也没有生产的能力，没有田地嘛。如果从您的角度谈到眷村特色或者是眷村的规矩，最明显的是什么？向心力比较强，我也是个眷村出来的，又有共同的记忆跟回忆。也许是一起被老师打，也许是没有逃学啊，我可没有逃学啊，逃学是别人，逃学太远了，我家离学校太远了。据说那些比较高级的还去开舞会了，现在台湾舞会是禁止的那个时候是禁止的，叫舞禁嘛。反正知道有人跳舞被警察抓到，少年队抓去，我也忘搞什么事情，那些事情都超出我的想象之外了。我现在听起来也觉得很不可思议。你们从头到尾都可以跳舞的吗？我小时候哪有什么就是为了这个去约定能不能跳舞，就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。刚才您有提到很多的女性，她们就是会有自己的副业，像您的妈妈呀，还有其他您周围的邻居，就是她们会有哪些副业？孵小鸡孵小鸡就是母鸡孵小鸡吗？
不，是批发蛋，用小电灯，那个蛋放在里面，把小鸡孵出来之后呢，这个是再送回去养鸡场，有人收的。我以为是孵出来就是卖小鸡给别的小朋友当宠物。没有，那个时候小鸡还不能当宠物，都是当养大用肉鸡或菜鸡。因为养鸡场本身孵出来，它没有空间，没有那个能量去孵出来一只算几毛钱或几多少钱，我不太清楚。另外一个就是织毛线，把毛线变成毛衣，几件送出去。另外一个我们小孩子可以参与的就是贴纸，比方说以前有玩过那个卢比克方块吧，魔方不是有6面嘛，6面不同的颜色嘛，在我们那个时代，我们就负责贴纸，一格一格把贴纸贴上去。所以说有些时候你看到贴不准的，大家都是贴的。不过现在贴了很多机器贴，反正大家一起也算是互相陪伴。就是您记忆当中有没有很有趣的邻居啊？都比较不熟了，就是爸比较熟，都是同学在一起玩的了。从小就打棒球长大的，比方说最早在威廉坡的都是晚上起来看电视，凌晨那时候都是黑白电视，到小学的时候才是有彩色电视。到了打赢的时候，哇，很多人放鞭炮啊，那是蛮特别的经验。所以棒球文化应该也算是台湾非常特别的。比方说像我们家2个儿子都是打棒球的，我自己从小学一直打到大学都打棒球。棒球是一个台湾蛮 popular 的运动啦，跟内地不太一样，内地足球比较 popular， 因为台湾没有场地啊。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以前的台北足球场，根本就是什么足球脚下一个洞的那种泥坑。那棒球我们就巷子里面打，就是球打到别人家去，厚着脸皮去敲门，玻璃打破就完全流掉了。后来打球打累了就跑人家直接开门喝水，因为都认识嘛，不打招呼就继续打枪喝水。那时候冰箱也比较少，就像谁家里有冰箱，就他家有冰水去喝冰水。就说台湾的棒球文化就是非常的兴盛啊，然后相对来说，因为内地的确没有这么强烈的氛围，所以我就感觉到反差也是蛮大的。所以这个是从您小的时候就是耳濡目染，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子的。对，从最早的红叶队，然后到金龙，然后到西湖。红叶是在台东的小朋友打上来的，记得最清楚就是说那时候第一次有扫棒是小学，然后是青扫棒。第一次听到棒球还可以在晚上打，在这个 Indiana 的 Gary， 听都没听过，夜间还打得了球。美国的这个夜间棒球场很长的，那是土包子，晚上有灯光可以照起来的。就这几十年，就是还有回去看过这个眷村嘛？都改建了。以前的眷村呢，通常都是平房。我刚讲过，不是有校官、卫官跟士官，都是平房。然后开始有些人加盖2层楼，我同学就有加盖的，理论上属于违建了。那后来我们就搬出来，我们家没有加盖，也没有围墙，就是竹篱笆嘛，用在强调竹篱笆外的春天，竹篱笆挡起来。后来过一段时间，就是眷村有重建，刚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重建，所以说就没有回去。后来现在都是电梯大厦了，现在都改叫国宅，成功国宅、大鹏新城，至少都是10层、9层的电梯大厦，然后就相对来说就没有以前的一些风味了啦。那您现在就是在上海生活的话，会因为就是有眷村生活的这个经验，会比较适应一点，还是说其实差距也蛮大的？事实上呢，眷村的生活的经验类似就像是上海没有，北京可能有大院。让你见过这个词，四合院那种。No， 大院是军区大院，再来就是石库门了。大院的话，相对来说就可能更集中，就同一个军种，同一个什么类似那种感觉了。比方说还学了一个字，那个学长跟我讲叫发小，我们也说发小哎，就是因为来这边听到的发小，就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。这个字应该是内地的字，台湾没有这个字。哦，那您现在能适应的好吗？在上海生活？还好了。生活很简单的，我不开车，因为开车老是跟人家吵架。开车吵架？骂在心里啊。路症。对，怒路症很严重的怒路症。习惯在美国开车就距离保持得很远，在这边就很近，容易亲密的接触，不管是有意无意的，也是亲密接触，所以会比较就反应比较激烈一点。那在台湾，那您应该也不开。不开车，台湾的路我确实觉得太小，除了杭州以外。那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眷村文化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，有它历史的角色啊。的确，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啊，这个历史的角色是不太一样的。毕竟是1949年之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的传承。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去看看四四兵工厂、南机场南机场公寓那边。南机场公寓是另外一种不是眷村的集散地方。南机场公寓呢以本地人为主，这是不同的文化的冲击了。包容文化，我想大概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特色。随着不同的族群融化，像我昨天去台北火车站，我发现好多印尼的民工外劳在这边，因为我以前在的时候都多，冷气应该再开强一点，因为让他们可以再凉快一点，是我的想法了。离乡背景来这边也不容易的，特别能够体会就是一个外来者落地生根那个过程很辛苦，那过程是很 suffering， 对，因为你会遭受到很多在习以为常的东西，文化上的冲击。
是不一样的。非常感谢二先生 OK， 今天跟卓卓连线啊，卓卓加油哦！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希望你赶快能领到1万块。这个时候突然说1万块，和二先生聊了这么久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段非常辛苦，是别有一番滋味的一段历史。对很多人来讲，他就是离开了他熟悉的环境，承载了非常多的眼泪。我这也非常欢迎观众可以就自己的经历分享，给我留言，让更多的人听见你的故事。也希望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做一系列的就是和观众连线的这样一些采访。如果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想法的话，也欢迎给卓卓留言哦。那我们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不见不散，拜。